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30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内容很多啊，那我就主要念2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债务太高，中国高铁借不动了啊。第二个是全国人大阉割香港民族选举啊，那么通过了这个法律啊。还有就是我看了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些内容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其中有一篇是世界报的，法国世界报的，叫《疯狂的一周》啊，中国外交是如何对抗西方啊。其实你可以看现在最近过去1个星期啊，西方媒体的舆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跟1个月之前是完全不同啊。基本上西方的媒体啊，它的整个的看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对中西方关系的看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先说第一个主题啊，债务太高啊，中国高铁建不动啊。3月29号，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国家铁路集团联署发布一个意见啊，叫《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的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这个文件它其实是个文件啊。现在呢，中共发文件呢都很技巧啊，就说什么什么意见，什么什么意见，其实就要你这么干。但是我说意见啊，我的意见你不能不听啊。其实它是指令，他用意见的方法来发指令啊，是习近平时代的特点啊。以前就是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做什么啊？那么我要达到什么效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清楚。但现在的这个文件呢，就越来越不清楚啊，就是搞不清楚他讲什么啊。你看标题看不出来啊。那么明确控制啊，高标准铁路的建设，铁路设计时速与客流密度紧密挂钩，同时重申防范铁路债务风险。要求2035年铁路负债规模达到合理区间啊。那么到去年年底，中国高铁，我们这里就主要是讲高铁啊。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是37900万公里啊，3.79万公里啊，占全国铁路网的26%啊。那么中国铁路集团的董事长陆东福啊，在今年两会期间说，到2025年那么中国高铁的里程数计划要达到5万公里，那么也就是说每5年增加1.21万公里。那明显的啊，这个数据是减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5年啊，那么每年只能建1.25万公里啊。那么“十二五”期间，中国的高铁建设是每5年建1.4万公里。过去的5年啊，就是“十三五”是1.81万公里。所以你可以看，第一个前面那个“十二五”是1.4啊，少一点。到了上一个5年就非常高，1.81。那么现在下一个5年减到多少？减的1.21啊，就是比“十二五”还要少啊，减的非常的少啊。然后上个月公布的什么呢？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显示啊，到2035年，中国的高铁里程达到7万公里，也就是说未来15年，中国平均每年的高铁建造量会跌到多少呢？跌到1.07万公里，就基本上跌到1万公里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高铁投资持续的放缓。那么持续放缓为什么？那么这个意见出台的其中一个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遏制地方政府建高铁的热情，防范这个高铁债务的风险。那么这个意见要求优化高铁与普通铁路的结构，明确严格控制建设既有高铁的平行线路啊。那么你这条里已经有，那平行线路就要控制啊。规定
既有高铁能力利用率不足80%，原则上不得新建平行线路。这是非常好笑的事情，在市场经济当中一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就会发生啊？为什么？这就是很多网友老是觉得，哎呀，你看我们这个基础建设很完善，每一分钱都是从你口袋里拿来的啊。具体而言，它就有3个规定。第一个，规划建设贯通省会和特大城市，然后近期双向客流密度达到2500万人次年以上的，那么中长途客流比重在70%以上的高铁主干通道线路，可以采用350公里的标准，就时速350，那就是最高级别的高铁，350公里。第二，规划建设串联规模较大的地级以上城市啊，近期双向客流密度2000万人次年以上的啊，那么路网功能突出的高铁线路，预留350公里的条件啊，那么它就是意思就是不能达到350啊，那么也就是那么300公里啊，300公里。第三，规划建设近期双向客流密度1500万人次以上的高铁区域连接线，可采用250公里的标准。然后那个规划建设城际铁路，原则上采用200公里以下的标准啊，那就不是越快越好了啊。那么对于客流密度等关键指标的核定，意见强调，有关单位要加强论证审核，对数据造假等行为依法严肃问责啊，也就是说，之前所有的数据都有问题啊。那么客流密度给了一个硬杠杆，给“十四五”规划提出过明确的信号，高铁建设要刹车了啊。那么为什么？那么在此之前呢，地方政府修高铁非常强烈啊，意愿非常的强烈啊。那么很多省份都提出他们自己的高铁里程的规划啊。山东省2025年末，省内高铁里程数要达到4400公里以上，实现市市通高铁，每个市之间通高铁，这基本上跟经济效益没有关系啊，这就是政绩工程啊。浙江省明确“十四五”期间加快杭温、杭绍台、永州、通苏嘉永、沪肇杭等高铁项目建设。然后江苏省则规划到2025年全省新增高铁1300公里，覆盖所涉区市和90%县级以上的节点啊，这个级别就非常的高啊。然后呢，这个河北啊提出这个市市通高铁的愿景，但是啊，高铁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目前只有2条高铁是挣钱，一个是京沪高铁，一个是沪昆高铁，这2条高铁是挣钱，其他的全部亏损啊，全部亏损啊，不是一点亏损，是全部都在亏损，有些地方是严重亏损。那么2019年实际上中国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央跟地方财权事权重新划分啊。那么这件事情没有敲锣打鼓的说啊，但是中央财权跟地权事权叫财权事权重新划分，那么就是铁路就重新来过啊，铁路这个投资主体开始重新划分啊，怎么划分呢？这个意见明确了。第一，铁路干线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然后国铁集团发挥主体作用，负责项目建设运营，就是铁路干线由这个国铁负责运营，但是呢，投资呢就是由中央跟地方一起出资，那地方出大头，中央出小头。但是呢，主体是由国铁集团
来这个负责运营啊，负责投资啊，但钱给他啊。第二，城际铁路、市郊或者市域铁路、支线铁路和铁路专用线，以有关地方和企业出资为主，然后项目业主可以自主选择建设运营方式啊。那么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干线铁路以外的项目建设当中将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投资规模太大。投资规模太大呢，中央政府已经没办法支撑太多的这方面的责任啊。那么当然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亏损啊。那么中央政府他已经扛不住这件事情了，就是扛不住什么呢？扛不住这个铁路主要的铁路的亏损，他要甩包袱。甩包袱怎么办？甩给他就要把这个干线以外的这些干线他维持没问题，但是干线以外的支线或者是交通线，他全部维持的话，他维持不住，那怎么办？他就把干线以外的铁路甩给地方政府。甩给地方政府，你光甩包袱不行，你得搭一个什么呢？搭一个经营权啊，这就是甩包袱，中央政府扛不住了。所以大家不要看的高铁那么风光，高铁那么风光背后是什么？巨大的财政压力啊！所以呢，甩包袱，同时把这个主导权打包一起甩给地方政府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地方政府现在是高铁的投资主体啊。那么你是投资主体，但是你又没有话语权，全部交给，其实都是委托给这个国铁集团经营，但是地方政府也不高兴，因为你这么大块肉交给你，你又搞不好，天天喊亏损，又问我要钱，我还得负责填这个窟窿。地方政府每年花好多钱在这个里面，你亏损他都得，他是投资主体啊，那他不高兴。他不高兴，他不愿意接，他不接呢，你没办法，所以只能是这么干啊。所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没有话语权，这本身就是个雷啊。这是第三，所以国铁集团它也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因为它只占20%，所以它主要的资源集中在它的干线上，它没有在支线上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啊。那么对地方政府就不同了啊，所以这件事情要是发生，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铁路市场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事情在央企手里，央企它挑肥拣瘦啊，那么它把肥的挑下来，瘦的扔了，所以很多东西跑到地方政府手里，就变成什么？变成了贵重资产。这资产在央企手里那就是垃圾啊，经常的情况就是这样，大部分情况不是这样，所以国铁集团一统天下的这个事情就会结束啊，即将会结束啊。但是现在是先把这个规矩定下来，然后它会慢慢的发生。发生的前提是什么？发生的前提当然是国铁集团它自己扛不住啊。那么意见强调，各地方的区域性铁路规划应遵循需求导向、效益为本的原则啊，这都是常识啊，经济学的常识。但是在中国要下文件来跟大家讲啊，严禁以新建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名义违规变相建设地铁、轻轨啊。然后他还讲了很多了啊，这个什么货运啊，他还讲了很多铁路货运的问题。铁路货运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麻烦啊。大麻烦在哪里？通常来说呢，货运应该以铁路为主，因为铁路的运输效率很高，它是大规模运输啊。那么公路运输呢为辅，铁路运输为主。
但中国翻过来，为什么翻过来？因为中国的铁路一直在修什么？修高铁呀。中国一直在把钱拿去修高铁，他没有修货运铁。高铁是不能跑货车的，高铁只能跑客车，因为它的载重量不够。那怎么办？那你没有去修新的货运铁路线，然后当然铁老大服务也很差，然后你那个线你的铁路不能到点到点，门到门，你只能是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然后你中间还有这个配套又很差，所以大家都愿意用高速公路来运货运。所以从2005年到2016年，这个铁路货运周转量占中国整个的货运周转量有50%，啪一下跌到17%，这是全世界都很罕见的。就是说你铁路货运跌到了17%啊，这整个社会的运输成本，因为大家知道高速公路货运呢成本是非常高，所以中国的整个的货运运输成本占中国 GDP 的多少？15%，基本上全世界最贵的。一般其他发达国家是多少？发达国家一般是10%左右，发展中国家12%，中国占到15%。原因是什么？铁路没有货运，货运只占铁路的17%啊。然后这几年又开始改什么公转铁，就是公路转铁路啊，让货运上去。那么现在到2019年回升到21.56%，但仍然是非常低。美国是40%，大家别忘了，美国40%的前提是什么？美国是一个铁路这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它40%，其他很多国家超过40%啊。那么总结一下，国铁集团的债务过去5年增长放缓啊，前5年增长非常大。那么但是国铁集团的债务仍然直冲云霄啊。我曾经做过一个这专题，大家可以翻过去再看。国铁集团是地球表面上这个负债最高的实体啊。到去年第3季度啊，那么国铁集团的负债是55700亿啊人民币啊。每年中央政府要给国铁集团大概2000到3000亿的财政补贴啊，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啊。那么国铁集团，当然国铁集团的贷款债务都是国有银行的贷款，那么他不担心这个偿债问题，等于是什么？等于就是全体国民为国铁的风险承担风险啊，为他买单。那么这个情况会持续啊，就是说国铁集团的财政状况会持续，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大部分国铁，特别是高铁都是亏损的，所以它不能减少债务啊，而且它要修新的高铁，一方面要修新的高铁，另外一方面旧的高铁在亏损，所以它的财政状况会持续的恶化。国铁集团的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给中央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啊，这是一个核心的背景，也是最重要的影响。所以国铁集团要甩包袱，把这个支线以外的甩给地方政府，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这是一头啊，另外一头地方政府是现在高铁的投资主体，也为就是高铁的亏损买单啊。这个意见的主要的目标是讲地方政府啊，地方政府我们通常讲的就是省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呢又很有积极性修高铁，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搞基建大家都能挣钱，所有的官员都喜欢搞基建，在中国没有不喜欢搞基建的官员，所有的官员都喜欢搞基建啊，所以搞基建能挣钱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在地方官员的概念当中啊，这个跟主干线连通起来，决定了他们这个地方经济的活跃程度。因为一连上高铁，人财物啊全都有了，就是他这是地方政府的概念，所以他们地方政府的官员一致认为，
他不能，如果他们当地不能跟这个主干、铁路主干、高速公路主干连通的话，他们经济就会受到影响，遏制。只有连通才能发展，所以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共识。地方政府都是有这样的共识，所以他们都愿意修高速公路、修高铁，修不了高铁修铁路啊，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政绩我们这个城市通上高铁了对这个城市的市民来说，这是一个福利那么有福利这个那我这个政府就有政绩，有政绩大家说我好，反正借钱没关系，后面的政府还，所以地方政府借债的这个动力就非常的大所以地方政府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就是桌面上中央政府承认，其他大家认定的债务是多少？26万亿，26万亿人民币。隐性债务就是悄悄的通过地方政府的各种隐形的融资平台跑到外面去借的钱，多少？55万亿。55万亿加在一起，这两个加在一起，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个法定债务加隐形债务已经超过90万亿。大家知道中国的 GDP 有多少吗？100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接近 GDP 了那么超过这个楼继伟说今年开始从今年开始，明年会更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今年开始，中国有1/4的省，他们要把全省的财政收入的一半拿来还本付息。你想这个债务是什么情况所以为什么地方政府，我说地方政府这个债太多了，它修不动了，修不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地方政府继续大规模的修高铁不切实际，而且非常的危险。因为高铁你不是一次性投入，你投入以后你还运营，运营还会有亏损就是说你不管你一方面呢要拿出1块钱来投下去，另外一方面每年你要拿出一笔钱来填这个高铁运营的亏损。那么目前的投资大体上是什么？大体上是国铁集团代表国家来投资少于 20% 代表中央政府，也不叫国家，代表中央政府来投资少于 20%， 地方政府超过 80%所以你可以看到高铁很风光，到处拿去吹牛我都说过，高铁天天讲我们自有知识产权，自有知识产权也不是你研发的，你也不掌握这个技术你只是拥有使用它，你买来的都是买来的。我说高铁技术，中国只拥有一个技术，什么技术？乘务员是自有知识产权，自己研发的，除了乘务员之外，全是别的国家这就是中国高铁的真相第三，磁悬浮。磁悬浮比这个高铁5倍，非常狗血。如果磁悬浮在中国再来修磁悬浮的话，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可以在这个中国交通部的部长的脑子里加2桶水了大体上是这样那么地方财政的持续恶化，如果支线铁路真的全甩给了地方政府，就2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铁可能会挣钱可能会挣钱，但是很多经济没那么发达的地方亏损更严重。那么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地方政府财政恶化，未来可能会有一天你会看到一个什么场景？很多高铁停运这个我不是耸人听闻，这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大家知道人口红利虽然有人说还有，
应该是没有了啊。中国人口在下降，人口在下降会改变很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是什么？最重要、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坐铁路、坐高铁的人会下降。那你想一下，你高铁还在不断的修啊，每5年修1万公里，你每年都在修，数量在增加，然后你坐高铁的人在下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平均的这个里程的这个人流就会下降。那原来在亏损，那么就亏损更多；原来挣钱的可能就开始亏损，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个非常严峻的形势啊。这是一个啊，就是中国到处拿来吹嘘的高铁面临难以为继了啊。第二个就是人大通过这个香港选举制度的两个法律啊，我把这新闻讲一下，简单的讲一下吧啊。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3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表决全票通过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1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然后香港基本法附件2香港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啊，然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75、7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然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67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啊。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全国人大常委会14名副委员长，就是被美国制裁的14名副委员长啊，王晨啊，这些张春贤、沈耀耀啊、纪炳轩啊这些人啊出席了会议。然后呢，这个国家监察委主任杨晓渡、国务委员赵克志、法院院长周强、检察长张军，这个列席了会议。然后这次呢，今天呢，就这个刘鹤副总理刘鹤就退席，然后赵克志代替啊。那么这两个附件将于这个3月31号起实施啊。修改部分主要是3个，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第一个，中国建制派的代表，就是中共的代表啊，在这个负责选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的比例大幅提高到将近 2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直接反映民意的地区直选议席大幅削减28个百分点，剩下了20席。第三，特首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候选人的筛选机制，有一个筛选机制，这个筛选机制是由香港警方国安处和国安委联合负责审查候选人的资格，然后他们决定通过，由他们通过之后再交给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拍板，任何人不可以就这个他们的决定提出诉讼，就是没有，这是最终决定，谁都不可以反驳啊。那么这次选举基本上把香港的一个非常不完整的选举制度就进行了非常彻底的阉割，就割掉了啊。那也就是说，香港的选举制度已经失去了民意的基础，然后完全被中共操控。那么这次人大选举修改这个选举制度有2个深刻的背景啊。第一个深刻的背景，19年中国要求香港修改逃犯条例啊，修改逃犯了就移送大陆啊。那么引起香港市民的反抗，选取了反送中运动啊。这场运动实际上改变了中港关系，香港人就发现中共原来是要把香港改变成为像中国大陆一样的城市，跟上海跟北京一样的城市。这是第一个啊，这是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第二个，然后中国大陆发现香港不受它控制，于是呢，他就在去年把这个香港版国安法引入到香港，破坏了一国两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啊，引起香港市民的
强烈反对啊。那么反抗持续了很长时间啊，这是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啊。在这两个背景之下啊，中国感觉如果继续实行现有的民主选举制度，中国可能会失去特首选举、立法会选举，甚至选举委员会的控制，他控制不了了。那么也可能就是说，他一方面可能失去特首选举，失去特首选举可能会香港会产生一个民意代表的特首，这是对中共来说根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就算是他保住特首，他也会失去立法会的控制。失去立法会的控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香港特首在香港的施政难以实行。那么立法会的选举呢？不是选举委员会的就更不用说，因为选举委员会负责选举特首啊。于是呢，他采取了两个行动啊。第一个行动，大肆抓捕这个民主派人士，就直接把他们关进监狱，让他们没办法参选。这是第一个行动。第二个行动就修改这选举制度。那么修改选举制度是怎么个做法呢？第一个，增加筛选啊，加一道筛选，由国安处跟国安委负责筛选你候选资格。我说你不能参加，你更不是我的人，不是我的人，我就不给你资格。从这里就直接把他不喜欢的人全部给筛掉啊，这是一个。然后掺沙子，直接让这些人大代表变成这个变成那个啊，人大代表跟这个政协委员变成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变成立法会的成员等等，他用这种方式来，这叫掺沙子。然后设隔断啊，各种各样的隔断。那你要过关的话，我设很多很多的隔断，每个隔断把这个标准提高，你根本就过不去。原来你只要过两段你就过了，现在你五段看你过不过得去，就用这种方式阻止。目标是什么？阻止真正的民意代表出现。那么这件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的政体啊。那么当然，它第一个当然可以实现中国控制香港政局的目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当然它会引起更多的香港人离开啊。那么香港人造成香港资金人才的流失啊，这第二。第三个，现在就要看什么？看西方国家怎么做了啊。核心是谁？核心是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现在要看他们怎么表现啊。那我们现在今天时间好像又不够了啊。其实我很想念一篇文章给大家听一下。这篇文章是谁的呢？我今天其实有3篇文章是想给大家听的。一个是《世界报》，大家自己去找吧。《世界报》世界报有一篇文章这个法广刊登了一篇他的翻译出来的文章，它这个题目叫《疯狂的一周》啊。那么中国外交是如何对抗西方啊？法国《世界报》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报，那么它反映了这个欧洲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它整个的文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的外交是怎么对抗西方，它怎么做的。其实西方开始这就是西方的媒体开始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啊。他认为最终的结论是什么？最终结论，无论是在人权问题上，还是在台湾问题，最后一段念给他听，或者是在伊朗问题上，北京与华盛顿以及欧盟之间的鸿沟近几天进一步加深，这使得2020年12月30日签署的中欧投资协定的批准和实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啊。这是《世界报》啊，《世界报》的这个题目叫《疯狂的一周：中国外交如何对抗西方》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篇文章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是什么？拜登的对华政策难题，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衰落的判断？中国的媒体一直在宣传一件事情，就是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它不仅讲不是仅仅是讲这个国家，是文明在衰落啊。那么这是一个总体的判断。中国媒体在不同的场合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共的高层，对中国很多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影响非常大。就这个观念认为美国在衰落，或者甚至说西方的整体文明在衰落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啊。那么他这篇文章说呢，说什么呢？说中国的一些代表人物和媒体机构宣称，美国和整个西方的自由秩序处于长期衰落的早期阶段。如果中国对此深信不疑，有恃无恐的中国领导层可能会越界，变得过度挑衅，并迫使美国做出强有力的回应。这一风险出现在许多区域，包括南中国海、商贸往来，尤其是香港和台湾问题。他的结论是什么？我念给大家听啊。果真如此，震慑习近平最好的方式，可能是现在就令他确信，如果做出此类举动，他将不得不担忧美国的反应，而美国仍然强大且具有国际影响力，并不软弱也不会退缩。这就是《华尔街日报》的看法。然后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的题目是什么？专制联盟 vs 民主联盟？问号。中国欲领导新国际秩序啊。那么这篇文章呢就很长，我就不念了啊。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美国正在建立一个民主联盟啊。他上来就说，拜登总统想建立一个民主联盟，中国则想表明他有自己的联盟。这大概和我们之前讲的一个观点是有点像，就是新的冷战已经开始了，大体，但是他没有用冷战这个词汇啊，大体上是这样，好吧？还有很多内容，今天内容非常多，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总结一下啊，第一，高铁啊，中国到处拿去秀的高铁现在建不动啊，建不动的原因是因为用建高铁的钱都是借来的钱，越借越多，还不上了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这个修改香港特首选举和这个立法会选举选举委员会选举的两个法律将于明天开始实施，这会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政体啊。我们现在就要看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了。第三个就是西方主要的媒体、主流媒体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看法，中美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媒体对中国的看法发生变化，将会引导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改变对华政策。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提醒2点，第一点，请大家点亮小铃铛啊，那么尽量的参加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收不到直播通知，请关注我的微信号或者脸书号啊。那我们每天都会提前5到10分钟会把链接发上去，你点链接就能进直播啊。好，明谢 ABC123，谢谢 Mike 朱，谢谢监听明，谢谢文金涵，谢谢 Patrick 长，谢谢啊，好久没见了 Patrick。观点，轨道建设在任何国家都是取舍的难题，投资很大，回收期长到无法回收，假日很塞，平时没什么人，
上下班塞，平时也没什么人，又不能减班，太严重，不好运营。像台湾的高铁10年才盈余，台湾的台铁更惨，一直都亏损。台铁由政府部门改制公司化时，要负担比照公务员薪水及退休金，人事成本占门票营运90%，是亏损的主因。每年都需要政府大量的预算补助。情况，我经常坐广深高铁，每逢周末假期都抢不到高铁票。台铁还好啦，台铁你要看一下这个国铁的账本，你就会觉得台铁简直是神仙日子。理论上来说，台湾有2300万人啊，那它的应该不会差，但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只有2300万。广深高铁已经很好啦，上市公司啊。提问：中国的地铁都是需要国务院进行审批的，按照现有政策，地方政府的地铁是否会快速降温？地方政府的地铁已经降温了，啊！地铁为什么降温？地铁已经修的没法再修了。以前的标准是300万啊，300万人口以上才能够修地铁，后来我印象中降到180万。180万在中国的城市已经到什么地步了？所以地铁已经降温了，现在轮到高铁了。提问：高铁可不可以用来运快递以减少亏损？那能差多少？运快递早就在运啊，高铁早就在那运快递啊。但问题是那点钱有什么用啊？情况，财政已经没钱了，北上广狠抓交通违法，扩充财政收入，现在就是死扛。反正我大概是这个油管上讲中国财政状况最多的一个 YouTuber。很多人就不理解，说为什么老要关心政府的财政状况？大家知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是独裁政权，政府的财政状况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决定性。我讲的是决定性的啊，很多人不要去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政府占市场80%，所以在这个议题上，大家一定要明白，当中国政府开始没钱的时候，中国经济的这个下坡路是没办法改变的啊。观点：最近确实很多美国衰弱论啊，不过我是不信。第一，中国少子化加速，美国是移民社会；第二，美元霸权，美元未来再退一万步衰落也好，也轮不到人民币。这两个前提注定中方的天花板和美国的地板。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美国衰落啊，美国衰落，我没有看到美国在衰落。我觉得讲别人衰落，当然肯定另外一方面是为了烘托中国的崛起，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崛起已经基本上已经开始到头了。中国已经变成，我认为到了习近平那就是强弩之末了到了习近平，中国的国运就到了强弩之末了提问：中共对香港的控制，在新疆议题下，中共如何自处？没什么自处，他就是过了河的兵，只能往前走。习近平的底线意识，你可以看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关键，现在中共已经不是最关键的，他把他要做的事情全做完了，中共已经不是最关键的是美国跟英国是什么态度提问：随着经济发展，人力成本增加，新一代韭菜对低人权的容忍在丧失，中共会不会将新疆模式推广到全国，然后恢复中国的低人权竞争优势？我们讲起低人权竞争优势，好像讲的太顺嘴了。你知道什么叫低人权竞争优势吗？你有没有去过工厂？
我昨天看过一个视频，在 Facebook 上看过一个视频，一个美国人在讲啊，为什么美国的企业会跑到中国去，不去印度啊？然后就讲了一大堆啊，讲了一大堆。我给他留了个言，我评论了一下啊，就是说他讲的大部分都是事实，美国的企业会跑到中国去，但是他已经有一些就已经 out date 了啊，然后有一些他不理解、不明白。所谓的这个第一人权竞争优势，其实背后都是什么？都是中国人的血泪啊！你看一下那些工厂的工人，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哈？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他们睡觉只有5个小时，剩下全部都在工作。上厕所的时间是被控制的。啊，女生的什么这个生理期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东西，所以我不喜欢讨论这个所谓的第一人权优势这件事情。这是什么？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的压榨。你去站一下，你去那个生产线上站一下，站上一天试一下，看你的脚肿不肿。我去过工厂，我去采访过，我去过很多很多次，珠三角、长三角各种各样的工厂，那多少？为什么？你看一下这工厂旁边多少夜总会？为什么有夜总会？因为那些姑娘们没地儿去，没办法忍受这个，就去夜总会了。所以不要洋洋自得的说中国低人权优势，我看见这种文字我就非常讨厌，好吧？我不想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既无耻又可悲啊！提问：中国许多高铁站的选址让人匪夷所思，有的距离主城区几十公里远，透露出地方政府的主观意愿，几乎都是奔着土地开发去的。但几年下来看不出效果，除了麻烦。王先生了解铁路公司跟地方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博弈的内情吗？当然，这个很简单，在这个地铁站确定之前，相关的领导人在相关的地块已经把地都圈好了，然后这个地铁站就放在这里，然后等地铁站一确定又开始建了，这地再卖掉不就挣钱了吗？这个不用想啊，这太简单了。离城区为什么要几十公里远？讲是讲，理由是什么？能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能够把沿线经济搞起来，这多好的说法！这有没有意义呢？完全没有意义。如果当地能够发展起来，都不用修地铁、高铁站，它已经发展起来。高铁站不能够带动当地经济，这早就证明过了，的啊。那为什么还这样搞？你在城区里面你拿不到地呀，你只能盖得远一点，我才能够把手伸过去把那块地拿下来，我才能做这个生意，否则我怎么做这个生意？全部跟个人有关系，跟规划没有1毛钱的关系，都是骗人的啊，都是骗人的。你看到的不合理的情况背后一定有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在这里，容易捞钱啊。观点，高铁在1000公里以内其实是比飞机有优势，飞机登机牌安检什么的比高铁严格10倍，但高铁西部也修啊，就是早死了。情况原来国内工作时出差坐高铁比飞机更省时间，但是绝大部分线路确实空置率很高。10年前没有高铁坐绿皮车时，有几对都是火车上相识相爱的年轻人，追求浪漫爱情，车厢里陌生人都很友善。现在每年回国，除了摄像头越来越多，人们是越来越冷漠，全部向前看。观点：所谓西方文明的衰落论，不过是从前帝国主义腐朽没落论换了一个马甲。共产党坚持了100年的新年结果帝国主义没垮台，共产主义制度先倒台了。这套东西不过是借尸还魂罢了。就算西方文明再衰落，我再热爱中华文明，我也不相信它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现代文明。西方文明衰落，
西方文明衰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地球的文明的衰落。为什么？你看一下现在地球的文明，人类文明是主体在哪里？主体是什么？你不就知道了吗？你说中国中华文明扛大梁，你想一下，中国第一个厕所什么时候才有的啊？你就知道中华民族能不能扛大梁啊？中国的文官制度是怎么样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怎么样？你能怎么扛大梁啊？提问：距离1、2线城市比较近的3、4线城市以下的城市修建高铁，是否会产生虹吸效应，造成这类城市人口大量流出，经济下降？非常正确，就是这样。3、4线城市甚至是更4、5线城市修高铁，一定会产生虹吸现象，往中心城市吸啊，这个没有疑问啊，一定是这样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近期国内部分小区和单位强制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那肯定中间有意图啊，他才不关心你诈不诈骗。我今天看见一个新闻讲什么，告诉我来念给大家听一下。他会关心你受诈骗。兰州特大套路贷啊，就是3月27号全国扫黑办啊，然后制定一个专题片，讲什么？讲这个兰州的这个特大的这个套路贷，受害人39万人，89人因为催债自杀，然后它的这个年利率有多少？5214%啊！这件事情持续了多长时间？这个持续了从2018年到2019年，持续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中共他在乎你的这个上不上当，这个根本不在乎你啊，所以他肯定有别的意图啊。提问：小米集团今天正式官宣造车，宣布先期投资100亿人民币，10年投资100亿美元，请问王老师怎么看？小米做车我不知道啊，我最近很长时间我是米一的用户，其实我认为小米是一个很厉害的公司啊。雷军从做软件起家，金山做到 CEO， 然后开始做手机，都很成功啊。雷军是个靠谱的人啊，他做事很靠谱，但是做车成不成功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对小米有好的印象，但是这并不能够让小米获得成功。小米获得成功需要更多的条件啊，因为手机跟汽车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啊。用代工的方式造汽车，我并不觉得是一个好的模式啊，因为汽车跟手机真的差别很大。观点：近几年因为修高铁公路基建可以大提升政府 GDP， 而不是政府为了建设中国去加大基础建设，主要的目的是 GDP 是官员的政绩，附带的次要效果才是基础设施的完善。OK， 请问人均 productivity 跟人均 GDP 有关系吗？我知道美国的 productivity 因为科技进步一直在提高，而公司能赚钱，人民的生活能改进，人均 GDP 不是一回事啊。这个生产效率跟人均 GDP 是不一样的，生产效率可以持续上升，但是 GDP 不上升啊。科技进步会改善这个 productivity 啊。观点： CCP 一直以解放中国人民为口号标榜自己，解放的英文liberate， 它的词根是 liber， 意思是开放自由的意思。
CCP 解放了中国人民，但就是不给人民自由，多么讽刺！学英文也能帮助了解中国人的思考。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世界其他国家政府对舆论的引导和 CCP 的洗脑有什么区别？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舆论，我们简单的说，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国家，政府不可以拥有媒体啊。那么有2个媒体大家可以留意，第一个就是 BBC 啊 ，BBC 是政府拨款成立的一家媒体机构 BBC 啊，但是呢，政府让它完全独立运营，跟政府部门没有关系，政府也不能干涉它的编辑自主。当然，中国人是无法想象这件事情的，但它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 VOA， 就是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是冷战的产物，那么美国政府通过 VOA 向铁幕国家进行宣传，就叫舆论战或者叫信息战，这是一个战争工具。那么它现在还在啊，现在还在运营。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他会不会去做一些舆论的引导工作？当然会，任何一个政府都会，但是他不能控制媒体，这是前提。而西方的媒体全部是独立运营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故事啊。明谢 Helen， 谢谢阿绿，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这里提醒2点，第一点，如果你要加入会员，请尽量不要在手机上加入会员，在电脑上加入会员，这样的不会被苹果收这个过路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大家点亮小铃铛啊，尽量的参加我们的直播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我还是向大家提醒一点啊，我们参加直播节目啊，尽量的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在直播节目里面提啊，不要去留言区或者是在推特上跟我提啊，我没有时间回答，好吗 ？OK， 谢谢大家，谢谢，再见。